哎，大家伙早喽！12月30号星期一了，昨天又是马拉松周末，不知道有没有昨天参赛的小伙伴？然后下周就是厦门马拉松，对吧？差不多厦门跑完，这就是在春季赛季之前就没有什么比赛了，因为都太冷了。今天大家看到我应该晚了，抱歉啊。因为今天有这么个小活动，先是去烘焙店吃早餐，然后我听他们说这儿8点会有一个30间跑，就是3个小时的跑步，看能跑多远。就和神户之前我去那个大泉绿地好像是还是什么绿地跑那个30公里是一样的。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这两天有好多小伙伴给我发消息说，不是生病就是受伤。虽然聊过好多次受伤了，正好跟大家再分享分享。周六直播的时候，小伙伴说赵可老师受伤了，但是我都不知道。后来我看了一下，但是其实大多数跑步的小伙伴不用太担心，一般绝大时候，伤病都是一过性的，都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就对普通人来说，不用太在意。比方说，我因为受伤，然后停训或者是影响训练那么几天，因为有好多小伙伴说，密集的赛季过去，然后跑步突然发现，哎，小腿不舒服，膝盖不舒服，或者是髂胫束出了问题，就这些大多数时候都是，就这种伤其实是好办的，因为它不是急性的那种拉伤和扭伤，你可能就是疲劳积累，有时候甚至都不是伤，就是疲劳造成的。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比方说前天我们那个20公里跑完以后，跟大家说左腿大腿前侧和这个胯骨轴连接的这个地方有点紧，有点不舒服，也就仅限于这样了。你说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感觉，但是呢不影响运动表现。这种就不用太担心。不影响运动表现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天我大概是到17、8公里开始不舒服的，然后就调整，就是你跑多了以后啊，身体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怎么着使劲儿，稍微舒服点，还不影响我的运动表现。所以你看，最后冲刺也照样是3分20几，也能冲刺。完了以后呢，会觉得稍微有点严重，哎，有点疼，尤其是向前伸腿的时候，然后就休息，当天就休息，下午热敷，然后昨天就没跑步，因为连着2天的强度太大了，一个30公里，一个20公里的强度跑。然后今天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还是不跑强度，今天就轻松跑，差不多明天如果再没事儿，就彻底没事儿了。我给好多跑步这种受伤的小伙伴的建议也是，就是你哪怕是稍微突然拉伤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周六要集体跑20公里。我热身跑过来的时候，哎，突然右腿小腿就挺深层的肌肉，感觉有轻微的拉伤。这轻微拉伤是什么样呢？就是你觉得其他肌肉还能代偿，就这样。然后特使劲的时候呢，或者想提速的时候呢，有点疼；不提速，像我现在这样跑的时候呢，不疼。然后中速跑的时候呢，有感觉。那天就是跟着跑下来，唯一的区别是最后没冲刺，我都没跟大家说，
然后连续大概会疼个3-5天就好了。就大多数时候这种疼痛，就算你继续训练，它也不会再严重，只不过就会好得慢。所以我跟小伙伴们的建议是，这种类型的伤痛你就可以不用停，你就练呗，降低强度或者降低距离。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己摸索自己探索的程度。就是你今天跑完发现变坏了，那说明今天这个强度和量太大了，那就得减。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今天跑完它没有更坏，可能呢好的没有完全休息那么快就行了。想看实际例子的，大家翻翻我今年3月的节目，就是从镰仓回来之后的节目。那段时间就是受伤，我差不多就减量减强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一天跑了10几公里20公里，第二天就跑了8公里，就是因为我发现那10几公里跑完以后不行，更严重了。但更严重了也别怕，它还会再好的。但是呢，如果您是突然的，比方说被电动车撞了一下，我看好多小伙伴跟我说，这几年都是要参赛了，或者这段训练正好呢，被电动车顶了一下，或者是呢摔了，或者是扭伤，或者是严重的拉伤。这种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就是你是一个严重的伤的时候，突发的，这种一定要去就医。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这儿疼那儿疼，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地方去治疗这个，因为没有，就是像运动损伤没有现在这么的有需求。现在应该很容易就能去看很专业的医生，一般大多数时候就是扭伤。拉伤的话，其实你要是大肌肉群，比方说你起跑的时候大腿后侧或者臀部肌肉拉伤了，那就养着就行，不用太管它。但是呢，你不能完全静养，要让它有一个动态的恢复，这样的话你肌肉好了以后弹性会比较好。否则的话呢，就像有一次我是突然的梨状肌损伤，是夜里抽筋儿了，好像不是运动中，是夜里特别疼，然后全休了3天之后，那块肌肉有连续小半年都觉得特紧，就跑起来也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就觉得那块肌肉跟个皮带似的就瞪着你。所以如果是梨状肌损伤，梨状肌是哪儿，大家自己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那我建议要积极治疗，主动治疗，就是不能静养。就是肌肉拉伤，我们一听说拉伤，说哎呦，那是不是就不能再拉它了，不能再用它了？不是这样的。主动恢复，做一做轻的运动，然后适当的按摩对它都是有帮助的。它好了以后，它的弹性保持得好，否则的话那个难受劲儿它也不影响运动表现，它也不疼，但是呢就是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难受。另外我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看位置。就是如果你明确是咱们通俗说叫某一根筋疼，那大部分就是韧带和肌腱这种地方的疼痛要相对的保守和小心。就是我今年初那个伤，就是这种疼痛减量或者减强度要比较明显，因为筋膜、韧带或者肌腱这种地方毛细血管太少了，就是它输送过去的东西营养也太少了，它恢复得慢，而且呢会容易再受伤，因为这些地方的感觉不敏感。如果是肉疼，那就不用太担心。像有小伙伴说，那膝盖疼怎么办？关节腔疼，或者说跑多了一抬腿膝盖酸，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个就是很单纯的，适应不了这个强度，就降强度就行。这种就不叫伤病，这种叫疲劳损伤。像脚疼这个完全不用管它，一般的脚的任何疼痛，只要不是急性扭伤或者摔伤这种，你跑起来，比方说我觉得，哎，这个，有人说刚开始跑步，这脚的那个每个脚骨的那骨头缝一落地疼，脚背疼，脚面疼，这我也都有过。这种其实你就还坚持跑，它就会好。就这种伤，我觉得不用管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几个划分吧，然后剩下的可能奇奇怪怪的各种伤病都会有。可能目前唯一有定论的就是能有立竿见影的办法能解决的就是髂胫束，但是这立竿见影也是需要时间的，就是拉伸、按摩、放松，再加上很努力的去练习臀中肌的力量，就100%可以解决。而且您相信我，就是没有什么人是说有人说，哎，我就是跑不了步，我一跑步就不行，就受伤，然后我就可能有的人说髌骨带这种，因为膝盖不稳定，膝盖不稳定就是股四头肌，就大腿前面的肌肉可能不够强大，就要带。这个我都不建议，因为不强大才需要练，你护着它最后它的那个木桶的短板的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到有一天你可能就练不了了。这就是这样，就没有人是说天生就不行的，那肯定也有，就是绝对少数，对吧？而且呢，现在资讯发达了，大家老听人说谁受伤或者运动员因为伤病停止了职业生涯，包括马上香根一传了，对吧？就看到说大学生练这么拼也受伤，有的人大学结束就离开了跑步的这种生涯，就害怕。不会的，就是你那个强度，咱们这强度，就像我这样，也跟运动员远远比不了。运动员那个是拼胜负的，他肯定是要比别人强，所以他得发挥出，就他得更费劲。像咱们普通人7、8成力就已经很优秀了，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这样，你那训练强度，就像我现在这种训练强度，跟专业运动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就专业运动员其实比我们更难。我就这么跟大家分享，其实你看，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像这种耐力项目、马拉松项目，那没有一个是天天都特舒服的就练的，绝对没有。我昨天又看那个节目叫《我们跑向世界》，奥运会之前在伊藤，那位德国一哥，你看那天的长距离训练之后，说鞋里一开始就有一个石头，所有脚底下都磨一巨大的水泡，那怎么办？这要搁我们普通人一想，哟，还有1个月比赛了，人家就无所谓。他无所谓的原因是说明他习惯这样了，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意外。我不是跟大家传授说要大家去激进，要大家去冒险，不是的。我只是想说，大家不用害怕，不害怕，不慌张，一切都平平常常，把训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生活就不一样了。ご苦労さん。哎呦哎呦！你看，我都20公里了，马上21公里收尾。行，咱们训练后聊啊。嘿，小伙伴们，12月30号星期一训练结束，还有就在烘焙店，人好多呀。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还是平均配速5分07，心率138。今天有2位观众见面，都是从北京来的，
还是挺亲切，聊一聊天，一起跑了大概有4-5公里的样子，然后我又自己凑了个距离，差不多1个半程马拉松结束。一会儿看看这边这个8点有没有3小时跑，好吗？现在是7点59，他们已经在集合了。我看到了 Maki 桑，3小时跑，还有平田先生。对，他现在这个季节，你看8点这个天气就挺合适跑步的，在大阪城。像我训练的那个时候太早了，巨冷。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0度，然后我跑完我看高驰那个记录是4摄氏度，就是整体下来。现在差不多可能得有5-6度的样子了，就可以穿短裤了。天亮了以后就没有天黑时候那么好看了，天黑的时候这儿那个橙颜色的灯光特别的暖。他们在准备了，可能在起跑前要先打个招呼，说说注意事项。那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受伤的事儿呢，尤其是到冬天，可能是会有不期而遇的小伤痛。冬天的时候就是起跑要慢，热开以后就好。然后快结束之前呢，别太放松，别放松警惕。有时候跑的时间长又冷的时候，因为北京那时候，我觉得跑到最后脑子都要冻住了，一定要小心。尤其是有下雪冻冰的地方，遇到伤痛别担心，急性伤去看医生，慢性的损伤呢自己摸索，自己找感觉，这也是训练的一部分。我总说训练时间长了，对身体就感觉越敏锐，也是得益于这些训练，好吗？那预告一下，明天是咱们这个频道年度的总结视频的发布的日子。很快2024年就过去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大家还是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